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电影《无名》这部电影让我来形容就是一杯特调气泡鸡尾酒。这部电影让我来形容就是一杯特调气泡鸡尾酒。观影过程是气泡刺激舌尖的新鲜奇妙，后调是需要细细回味的酒味醇香。这是一部需要静下来细心观看的电影。整个观影的过程就像一场拼图游戏，悬念迭起，处处皆伏笔。程耳导演延续了独有的碎片化叙事方式。非线性叙事的特点就是观众需要带着思考的脑袋来审视这部影片，稍微走神就可能错过一处关键细节。一个完整的故事被打碎，以跳跃式的叙述方式呈现出来，这些看似杂乱的碎片，闪回式片段衔接在一起，让你从刚开始的疑惑不解到某一刻的恍然大悟，其中每个碎片都值得反复回味。是一次很奇妙的观影体验。整体来说，它是一部谍战悬疑片。影片里所有的人物角色名字和关系都没有点名，要依靠观众的推理判断，一点点补全故事和人物的全貌。电影人物群像刻画很出色，特点鲜明。有自私的利己者，有懦弱的背叛者，有两边倒的墙头草，还有隐忍前行的潜伏者。那个黑暗时代里，大多数的感情都是隐忍戏谑，浓烈却又抑制，但总有一个爆发点来临，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打破理性，压抑已久的情感也就变得歇斯底里，几近疯狂。电影中的情感表达一开始也是克制的，一直隐忍的潜伏者伪装完美，坚不可摧，却在面对心爱之人深陷困境的那一刻，揭下了伪装已久的理性。面具的背后的脆弱与创伤只对我最信任的你展现。全片中情感最浓烈的无疑就是梁朝伟和周迅的深情拥抱和那带泪一吻。还有一处情感爆发点，是方小姐和叶先生这一对。我厌恶你衣冠楚楚的样子。你赶紧去死吧！两个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面对爱人决绝的言语却无从解释，只能在黑暗的巷子里殴打日本兵发泄。此外，片尾的彩蛋也是精彩一笔，他是，我也是。接着是一声枪响，振聋发聩。可惜方小姐到死都不知道叶先生和他所奔赴的是同一种信仰，比美学的遗憾。电影中先有对白，台词少而精，还有上海方言的运用强化了人物所处的空间背景，也让人有种置身于那个历史时代背景下的实感。打戏的部分也是影片出色的一点。一明一暗，是梁朝伟和王一博。身份暴露，两人对峙的打斗很精彩，快很绝，拳拳到肉，很多细节值得细细品味。反复提及的排骨，透明碗里的醉虾，袖口的血迹，多次更换的领带，卡车上的笑，多线叙述和简练的言语，构建串联起了一整个时代。导演巧妙地通过镜头场景构建的故事感，演员的精彩演绎向观影者传达所要表达的思想，让人体会到越过几十年时光的那段历史所带来的厚重感。很喜欢其中的一些电影美学。战乱与天废墟中，无处安家的流浪小狗拖着疲惫的身躯。空中飞机上，日军身边悠闲自在的罗斯福。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战乱频繁年代里，风雨飘摇是当时中国的写照。在那个阶级分明的阴暗时代里，狗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深井中抬头凝望的人，
眼神中满是面对死亡来临的无奈。灰色的水泥浇灌，拼命挣扎也终究是徒劳。这是落败者底层人命运被人玩弄手掌之间的绝望与痛苦。夕阳斜洒台阶，叶先生从黑暗处踩着台阶一步一步缓缓而来，有一种一切结束后的平静与落寞。很多镜头画面都想永久定格保存。还有电影中的拿破仑蛋糕看起来很美味，有被馋到，很想尝一口。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